你要的是枪，咱们谈谈，怎么谈都行。枪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和你谈？枪是你的，你拿去便是。可是你要是杀了我，这辈子都得背着死刑犯的恶名。刚才杀了2个士兵，已经是死刑犯了，现在不多你一个。大爷，大爷！不好了，犯人跑了，赶快清点人数！保护甘州大人！落在石头滩就死，落在水里就生。老头，你的九死一生，我来领教了。您明日就要返回帝都了，今夜就让小的好好招待招待大人，无醉不归。
老人家，你借的这条命，我会好好用的。应天顺时，受兹明命，离国公尹无益，士胆忠心，匡复社稷，朕心甚嘉许。四方诸侯多有僭越，不遵皇命，则令离国公声讨，开皇室司库，以充军费。钦此。原来皇室真有司库这种东西啊！还有人跟我说，皇室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没有余财。谢陛下隆恩。离国公既然得了军费，不知何日出发去讨伐那些目无皇室的诸侯。征伐是件大事，整兵需要时间呐。既然离公有大事要忙，朕的那位朋友就不便在离公府邸做客了吧？这是世子家乡的曲调吗？可否借我一看？好。这是女孩子用的东西。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留给我的。朋友，是世子新婚的妻子吧？不是玉然，我教他吹过这个，他连一个音儿都吹不准。算算时间，哥哥跟离国公应该已经谈完了，我们能走了。可以出去了。车马已备下。请公主殿下、世子一起回宫。虽然有留客之心，但陛下等世子也是等急了。公主殿下时间算得可真准。我知道世子在哥哥心里有多重要。这不是去宫里的路。哥哥说了，宫里耳目众多，所以换个地方见世子。好。哥哥这一次为了把你从殷无义那赎回来，特地开启了皇室司库，给他提供军费。皇室司库？自我大印开朝以来，皇室都会往司库里存钱，以备饥馑或是灾荒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是绝对不会开启司库的。这次他为了你开启司库，可见你在他心中是何等的重要。陛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说不上来。你可是皇帝的妹妹啊！可能就是因为是最亲近的人，反而就说不上来了。就好像你靠得太近去看一幅织锦，反而是看不到全貌的。但我知道，
他真的很想要还这个天下太平，他很想要做个英雄，只是自己手里没有握剑的力量。老板，姑娘，老规矩，100块米糕。来，小周公主，你买这么多米糕，我们吃不完啊。谁说是给我们买的了？给你们袋米糕，快来拿。大家不要急啊，里面都有。给你们袋米糕了，快来拿。这儿有啊。姐姐也想你们，出远门心里都记着你们呢。哎，最近雷奇行动频繁，你们可千万别出去，小心安全啊！快去拿米糕吧。陛下，世子受苦了，是朕无能，没能保护好你。陛下言重了，归臣无碍。这些孩子们都是孤儿，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，哥哥就收留他们在这里读书。有空的时候，哥哥就会过来看看他们。陛下，真是慈悲。不是慈悲，他们的父辈都是忠臣良将，有的因为党派纷争而死，有的战死沙场却得不到抚恤。朕虽身为皇帝，唯一能做的，也不过就是收养他们的后代。帝都的斗争就这么惨烈吗？世间风云变幻，从来帝都都是中心，明处暗处都藏着利刃。世子知道为什么朕选了这个地方与世子见面吗？归臣不知，还请陛下明示。朕想让世子看看朕的朝堂。陛下的朝堂，这里才是真正的朝堂。而在那大殿之上，朕只看到了凌厉的尸骨。听说陛下为了从赢无义手里救我，开了皇室私库，私库乃是皇室命脉所在，归臣心有戚戚，不值得陛下为我这么做。世子是贵客，不要说值不值得，只要能够救回世子，朕就不想那么多了。多谢陛下，归臣感激不尽。世子客气了，朕是孤家寡人，若是散尽钱财能换来真正的朋友，朕愿意。喝水。多谢。来东路前，听闻东路大皇帝坐拥4州16国，今天才知，陛下也有那么多无奈。那世子是否愿意帮助我这个无奈的皇帝呢？归臣多谢陛下信任，可归臣可能并非陛下所期待的那种大宗主。朕知道世子是心性淡薄的人，不想卷入这帝都的斗争中。当你看过了帝都的是是非非，若愿意帮朕，那我们就一起为天下苍生做些事。若你决定离开，朕也很高兴能交你这样的朋友。
这位是青阳世子下堂驸马陛下的上宾，从此之后，他所有的饮食起居都交给你们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世子的一切用度都参照他自己的。恭迎世子，听候世子吩咐。世子请。这里虽然不奢华，但也算是住得舒适吧。公主殿下，我不用这么多人伺候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他们不过是在这里帮你处理杂事罢了。我的寝殿就在附近，世子若想找人说话，还请随时移步。多谢公主。世子一路劳累了，还请早些休息吧。小周先走了。公主特意为您准备了莲子汤。你们都先退下吧。以我之前的估算，你可以活到24岁。但是现在你强行拔出了苍云古齿剑，这剑中封印的力魂，多少会影响到你这样下去。你应该不到6个月。阿爸，我想下来。别怕，阿爸接着你呢。来，阿爸接着你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这一辈子不能相信任何人，这辈子谁都不可以相信，包括你阿爸。即便是阿爸，也不能轻易相信。帝师是何时来的？归臣竟然无丝毫察觉。杀人太多，心如枯木罢了。铁甲依然在。帝师大人也是天驱？一直都是。我们全家世代都是天驱。我16岁承其父亲的制套，至今已经有40多年了。帝师，请坐。我还以为仅存的天驱都在南怀。有一种说法，不知道大宗主听说过没有？天驱如同野火，是永远都灭不了的。一旦有战乱的阴影突然出现，就会有人手持鹰旗站出来。可皇室怎么可能让天驱武士当陛下的老师？皇室对我的身份并不清楚，但是陛下却一直都是知道的。陛下从小就敬佩英雄，在他的眼里，天驱武士从来都是天下的守护者。原来是因为先生
陛下才召我来的。不，这次却是公主殿下的意思。小周公主？是。听闻大宗主拔剑的消息，公主殿下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她说那个人一定会是陛下的婢主。我从来没见过公主殿下笑得那么开心。所以，与其说是陛下期待大宗主，不如说是公主殿下的期待影响了陛下。帝师此次前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一位故人冒险潜入宫中，想见大宗主一面。原来是铁皇大人。铁甲依然在。易先生的伤势好些了吗？早已康复，多谢大宗主的关心。大宗主此次来帝都，听说是先拜访了一位朋友，不知是哪位朋友啊？其实并不是什么朋友。我去见了雷碧城。雷碧城？是，我在来帝都的路上遇见了他。他说我在青阳的时候犯过一次重病，他刚好路过北都救了我一命。这次在帝都见面，我原本以为自己能见机杀了他，可没想到被他引入幻境，功亏一篑。大宗主，此举太过冒险。是，确实太过冒险。雷碧城在陈越地位极高，而且精通秘术，就算有苍云谷尺剑，对上雷碧城，也未必会有胜算。40年前，我就试图杀了他，他的力量深不可测，历来很少有人不被他所蛊惑。可大宗主却不被他影响，不愧是苍云谷尺剑的新主人。无论什么样的大业，也绝不可以牺牲无辜的人。所以雷碧城说什么都是蛊惑不了我的。对了，易先生，我已经和陛下见面了。哦，陛下希望大宗主为他做什么？陛下说，这朝堂上没有他可以用的忠臣，他又被各方势力所挟持，所以他希望天驱可以帮他。陛下想获得天驱的帮助，需要先答应天驱一个条件。什么事情？需要一份为天驱武士团昭雪的诏书。那等于让皇室承认之前做错了，这恐怕很难。我可以试试，但易先生，这只怕会让天驱武士卷入皇室还有诸侯的斗争中。能在阳光下战死，总好过在阴暗的牢狱中被诛杀。走了大半个月了，这帝都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能看到。要不是这位兄弟，我们今天可还到不了呢。一路上都是泥坑。哎，一会儿别跟他讲胡说，这是没付车费的。上车的时候就随身一杆枪，我给你知道什么？大家都给把力，咱们再试一试啊！来。世子休息了几日，可好些了吗？就此而已。小周公主不必担心。那一会儿我就不陪世子上去了。这太清宫是宫中最高的所在，只有陛下和陛下特许的人才可以上去。连你也不能上去吗？其实我自己经常不经他允许就上去看日落了，只是今天他应该是有些话想要单独跟你说。好，
东陆的皇帝想要单独跟你说话，那说的就一定是很重要的事。你等会儿千万要想清楚了再回答，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。你不是应该很想我能帮皇帝做事吗？原本是很想，但认识你之后，反而有点后悔带你来这儿。别像个男孩子，这里是帝都，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这帝都真的好大呀！我要是在这儿藏起来，估计一辈子都找不到我。你这性子能藏多久啊？几天找不到人陪你玩，估计你自己都藏不住。切，那你可是小看我了。要不放我出去试几天？世子你不见了？阿苏勒在哪儿啊？世子你迟早会见到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要先去见见长公主。世子，归臣见过陛下。此处就你我二人，不必多礼。来看看，这里都是历代先皇的佩剑，承载着我白氏列祖列宗的荣耀。蔷薇帝的成影，风炎帝的片光，归臣之前只在书籍里见过这些。这都是祖先的荣光，朕没有资格握住他们其中任何一把。归臣那日所见，陛下能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们施恩，和他们亲近，这可能是历代先贤们都没做过的事情。归臣相信，假以时日，陛下一定是一代明君。论才能方略，朕都远远不如。生逢这样的乱世，朕常常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这一把是父皇的剑。小的时候，他经常告诉朕，等朕长大了，要用自己的能力换来一把属于自己的剑。那时候朕想，朕是皇帝，得到一把剑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可长大了以后，朕才明白，只有握住了自己的剑，才能真正的掌控天下。就像世子一样，手里握着天驱的圣剑，承载着天下无人的理想。前不久，尹无义号称来觐见，说要来这太清阁上看看风景。我猜他当时站在太清阁上，心里觉得自己才是这帝都的主人吧。朕当时很愤怒，可静下来想想，这些诸侯权臣，谁不想来太清阁上看看？都怪自己没有复剑的能力，拦不住尹无义的野心。陛下的处境，归臣了解。世子上过战场，一定见过如山的尸骨吧？归臣见过。那些都是我白氏的子民，
他们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，可我这个皇帝，却帮不到他们哪怕一丝一毫。这个帝朝早已腐朽，朝堂之上尽是尸骨，唯有注入心血，帝朝才能够复兴。朕听帝师和妹妹讲过你们的故事，朕也从无数的书中找过你们的事迹，朕恨不得自己就是你们中的一员。朕想为天下的苍生做些事，朕需要天驱这样的忠义之士。世子的手中握着圣剑，我们联手，定可扫平烽烟，再造一个承平之势。陛下不可！陛下为我给营务役开启了司库，还行如此大礼，归臣愧不敢当。朕以帝朝至尊的身份，恳请大宗主救救这乱世中的黎民。陛下想要的承平之事，到底是什么？以营务役为首，朕要讨伐诸侯中的野心家；以长公主为首，朕要弹压皇室中的权臣。朕要让黎民百姓老有所养，少有所依。朕要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征战，为了梦中的那个承平之事。朕可以粉身碎骨。陛下的理想十分远大，归臣虽然是天驱大宗主，可那不过是一个意外的结果。天驱武士团真正的领袖另有其人，归臣会设法让此人与陛下相见，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到陛下。那恳请世子现在就带朕去见他。但此人有一个要求，他向陛下为天驱武士招选。苏乐在哪啊？哦，你们应该叫他吕归尘。不是这么难顶吧？哎呀，不管了。雨然。雨然，世子，世子。阿苏乐，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他们说我是你老大，专门跑过来看你，可他们偏不信，非把我拦在这儿。我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吹笛子啊。
请世子恕罪。没事儿，你们去忙你们的事情吧。我跟朋友说几句话。是。走了。你怎么从南怀跑帝都来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，一点都不把我这老大放在眼里。这不是赶快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吗？我没什么事儿。你看我这不好好的。我看也是。我以为你这天驱大宗主来了帝都，多少得吃点苦，没想到过得这么好，一大群漂亮的小姐姐伺候着你，还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啊！这是陛下之前的一处书房，我不过就是暂住。他们之前都是伺候陛下的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走。可是你们天驱武士团挂着逆贼的名号，皇帝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啊？陛下是想借我们天驱的力量除掉尹无义。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，幸好我赶到的及时。也没什么事儿。你一个人来的帝都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跟姑姑一块儿来的，现在住在驿馆里。对了，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看来你见过公主殿下了。公主殿下？就是她告诉我你住在哪儿的，不过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可以啊，阿苏勒，现在出息了，老大很替你开心。我怎么出息了？哎，你说你没来帝都几天，就跟这样的小美女混熟了，她到底是谁啊？她是皇帝陛下的妹妹。皇帝的妹妹？那不就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吗？哎，你拿下她，你就是驸马，那我就是驸马的老大。哦，对了，差点把这个忘了。这是我从南怀带来的，你看，脆冬枣、芒果脯，还有凤梨酥糕，你喜欢的我都买了。你给我带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我一开始以为帝都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一样都买了一大盒。可是谁想到路上路途那么长，有的就坏了，有的就被我贪吃吃掉了，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。玉然，其实帝都什么都有的。不过，还是我们南怀城的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你多吃点儿，慢点儿。还有脆冬枣呢，啊！世子，小周公主到了。小周公主。